欢迎来到和米娅一起学中文。我们每天用听读故事的方法学习汉语。第一次听到那首温柔的中文歌时，我正躺在多伦多的公寓里，窗外飘着雪，大片雪花撞在玻璃上，很快化成一条条水迹往下流。音箱里的声音像化了的糖水，甜甜的，轻轻地包着每个音符，慢慢地流进我的耳朵里。那时我连你好都说不好，舌头在嘴里转来转去，说出来的音总是很奇怪。可是我突然被一句歌词吸引了，不是因为声音有多好听，而是从嘴里发出的那些音乐。虽然听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却像神秘的话一样，让我想把它们一个一个记下来。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我总把自己关在课本里，打开厚厚的中文教材，看到密密麻麻的汉字，那些汉字像总也排不完队的蚂蚁，语法规则像一团乱线，缠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。我坐在书桌前面，盯着那些古文词语发呆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笔记本上只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。越学习，心里越烦躁。最后把笔一扔，趴在桌上直叹气。直到有一天偶然点开中文歌单，耳机里传出轻快的节奏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语言可以这样唱歌学。最开始听中文歌时，我像听外语广播一样，只能抓到零散的发音。我拿出手机备忘录，听到一个生词就赶紧记下来，像在沙滩上捡贝壳一样。你好，再见这样的词，记完就用翻译软件查意思，接着对着歌词本学发音。为了区分相近的发音，我甚至用不同颜色的笔标记，比如红笔标发音短的字，蓝笔标发音长的字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备忘录里全是奇怪的拼音组合。朋友看了以为我在写密码，他拿过手机看了又看，笑着问我这是什么秘密代码。我不好意思地挠头说，这是中文拼音呀。我还找到一个笨办法，把歌词打印出来，一句一句标上停顿，像给句子画呼吸的节奏。上班路上戴耳机时，我常常对着车窗哈气，玻璃上蒙了一层白雾，就用手指在雾上写刚学的词，写歪了就擦掉重写，直到能跟着唱出来。有一次在地铁上，我练发音太专心，
不小心念得很大声，周围的人都看过来，我赶紧低下头，脸变得通红，心里又害羞又想笑。还有一次在唐人街买奶茶，老板问我要冰的吗？我一下子唱出刚学的歌词，把自己都逗笑了。但老板却笑着接了下一句：对呀，夏天就该喝冰奶茶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音乐里的中文不是课本上冷冷的字，而是会呼吸、有温度的生活。学习的时候，我慢慢发现中文的声调魔法，不同的声调感觉不同，像走在高低不同的山坡上。有一次和朋友聊天，我想说我要买一本书，却把买的3声读成4声。朋友瞪大眼睛，以为我在说我要卖一本书。他惊讶地问：“你要卖书吗？”我赶紧摆手：“不是不是，是买。”闹了个大笑话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开始反复听歌曲里的发音，一句一句对比着练习，甚至录下自己的声音，和原唱反复对比。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左边放歌曲，右边放我的录音，皱着眉头仔细听，每个音的不同之处，像个认真学习的学生。更有意思的是歌词里的生活气息，那些生动的说法，比课本里的词语更活泼。跟着歌词，我学会很多日常用语。记得第一次学会谢谢啦，这个让人感觉亲近的说法后，我去常去的咖啡店，点完咖啡说谢谢啦。咖啡店的小哥愣了一下，接着笑起来，还多给我一块饼干。他说：“你中文说得真好。”从那天以后，每次我说这句话，小哥都会和我聊天，问问我最近学中文的新收获。有些歌词会让我想起以前的事。当听到讲童年的句子时，那些温暖的词语像钥匙，打开了回忆的盒子。我试着用刚学会的词语写小日记，虽然语法简单，句子也不太通顺，但充满了乐趣。我会在日记里写：今天下雪，像歌里唱的雪白的。还会画个歪歪扭扭的小雪人。看着这些简单的文字，我好像又回到小时候，在雪地里玩耍的时光。为了让学习更有趣，我给自己想了很多小游戏。有时找一首没听过的歌，先蒙上眼睛听，
在脑子里想听到的词语。听完后，赶紧把听懂的词语写下来，然后和朋友比赛，看谁写的又多又准确。有次和朋友比赛，我为了听清一个词，把耳机音量调得很大，结果周围的人都看我。朋友轻轻推我说：“小声点啦。”有时我会删掉歌词里的关键词，试着自己填进去。填完和原歌词对比，想想哪里不一样。我常常为了一个词想很久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嘴里不停地念这个词，像个想事情的人。有时把歌词里的地名换成自己熟悉的地方唱。有次我把歌词里的城市名换成多伦多的街道名，朋友们听了我唱的歌，笑得很开心，还跟着我一起唱。房间里全是笑声。去年生日的时候，我特意学了一首中文生日歌，然后录成视频发给中国的网友。发的时候，我的手在发抖，心里又期待又紧张。没过多久，他回复了，说我发音很标准，还夸我学得很快。他在消息里写，唱得真好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音乐不只是学习工具，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。现在我手机里存着200多首中文歌，每首歌的评论区都有我的学习笔记。我会记下新学的词语，标出适合学发音的片段，还会写下我对歌词的想法。我还会按主题给歌曲分类，比如美食歌单里有教我认识饺子、面条的歌，听着歌好像能闻到饺子的香味。风景歌单里的歌曲，让我知道长城、西湖。虽然我还没去过，但通过歌声，我好像已经看到长城很高，西湖很美。上个月在纽约的华人超市，广播里突然响起一首快乐的中文歌，我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摇晃身体，嘴里也跟着唱起来。旁边的阿姨注意到我，笑着和我说话：“小姑娘，你也喜欢这首歌？”我们从这首歌聊到学中文，我还试着用刚学会的方言词语提问。阿姨听了很惊喜，眼睛都亮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热情地回答我的问题。不仅如此，阿姨还教我几句更常用的方言，比如你知道吗？她慢慢说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念，我像得到宝贝一样。
反复跟着阿姨学习。一开始我的舌头转不过来，发音很奇怪，但阿姨很有耐心，一遍又一遍地教我，直到我说的差不多对。现在听中文歌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早上做早餐时，我会放一首轻松的中文歌，跟着歌学新的说法。有次听一首歌，学会早上好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天早上我都会笑着对自己说这句话。跑步时，有力的歌词能给我加油，让我跑得更有力气。就连哄邻居家的小孩，我也会唱中文儿歌。有一次，小孩哭得不停，怎么哄都不行。我突然想起刚学的一首中文儿歌，就轻轻唱了起来。奇怪的是，小朋友慢慢地不再哭了，睁着大眼睛看着我。孩子的父母很惊讶。孩子的妈妈说：“你真厉害。”还请我教他们几句。我们围坐在一起，一句一句地学唱。房间里很温暖。我开始试着用中文和网上的中文学习小组交流，分享我从音乐里学到的东西。每次在群里说话前，我都要反复检查句子，怕出错。但大家都很友好，会耐心帮我改错误，还会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。这个词应该这样用哦。我也喜欢用听歌学中文。我们一起讨论某句歌词的意思。有时为了一个词的意思，说得很认真，最后查资料找到答案，大家又会开心地笑起来。在这个小组里，我认识很多兴趣相同的朋友。有个小组成员受我的影响，也开始通过音乐学中文。他常常发消息给我。今天我学了一首新歌，看着他一点一点进步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好像自己也学到很多。学中文也不是一直顺利的，有时候我会遇到很难的歌词，里面的词语和句子让我很头疼。有次学一首古诗歌，里面的句子很难，让我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我查了很多资料，问了很多人，才慢慢懂了意思。有些发音我练了很多遍，还是说不好，急得掉眼泪。但每次想放弃时，我就会想起第一次听到那首中文歌时的感觉，想起学会一句中文，唱对一首歌曲时的开心。
于是我又有了勇气，重新开始练习。随着中文水平提高，我开始试着翻译一些中文歌曲的歌词，这比单纯学习难很多。不仅要懂歌词的意思，还要把里面的感情表达出来。我一边翻译，一边查字典，找资料，反复想每个词怎么用。当终于翻译完一首歌词时，心里很高兴。我把翻译分享到学习小组，大家都点赞，大家还帮我提出一些建议。这里可以这样表达，这让我对中文的理解又深了一步。站在曼哈顿的街头，看着橱窗里播放的中文视频，彩色的灯光照在街道上，人来人往，很热闹。我常常想起第一次听那首歌的晚上，那时我以为学中文是很难很难的事，却没想到一首首歌像一把把神奇的钥匙，慢慢打开了新世界的门。在这个充满中文快乐的世界里，我学到的不只是语言知识，还有很多的快乐和温暖。如果你也觉得学中文很难，可以试试戴上耳机，从一首简单的歌开始。也许下一次被中文打动的时候，就在下一段音乐里，而那段音乐会带你走进一个想不到的奇妙世界。